小时候我爷是村里的屠夫，他杀了半辈子的猪羊。那天孙亮送来一头老黄牛，让我爷帮忙杀了。我爷说这耕地牛不能杀，你领回去好好养着吧。孙亮笑出声，他说这就是个畜生，有啥不能杀的？我爷说亮子，这黄牛比你岁数都大，通人性，你听叔的，把他领回去好好养着，不能杀。我爷话音刚落，这孙亮的脸色就变得难看。他说叔，你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这黄牛的后腿全了，不能种地养它有啥用？孙亮说这话的时候还踹了黄牛一脚，黄牛发出低沉的叫声。见我爷不说话，孙亮又说你不帮我杀牛，我牵回去自己杀。孙亮冷哼一声，他拽着黄牛就往院外走，那瘸腿的黄牛却不肯走，使劲往后拽，把孙亮拽倒在地上。那黄牛朝着我爷跑来，他跪在我爷面前还流了泪。孙亮从地上爬起来，嘴里骂骂咧咧的又过来抓牛，他朝着牛肚子又是猛地踹了几脚，嘴里还骂着畜生东西，老子杀了你。我爷皱了皱眉头，那黄牛的眼神实在可怜。我爷把孙亮拉开，他说行了，别打了，这黄牛我买了。孙亮愣了几秒，眼神里带着震惊，随后又变得奸诈。他笑着说叔平常见你杀猪杀羊，也没见你心软，咋突然要买这不中用的黄牛，给自己积德啊？孙亮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神里带着嘲讽。我也懒得和他废话，说吧，多少钱？孙亮伸出5根手指。我爷瞪大了眼睛，你小子要抢钱吗？孙亮笑了笑，他说输牛身上可都是宝，这个价不贵。我爷叹了口气，他说你等着我去拿钱。我爷从屋里拿出钱递到孙亮手上，他一脸的高兴，拿着钱就走了，头也没回。我爷把绑在黄牛身上的绳子解开，那老黄牛不停朝着我爷点头，像是在跟我爷道谢。我爷把以前养山羊的圈打开，让老黄牛进了圈，买下老黄牛。我爷脸上还是没个笑模样，我知道他是在担心我奶。买牛这种大事他都没和我奶商量。我爷看着我说东福，你说你奶知道我买牛，他能生气不？我点了点头，我奶不仅会生气，一定还会数落我爷。我爷笑了笑，他说买都买了，等他回来再说吧。等到天黑，我奶从镇上回来，他买了新的布料，这布料是准备给我小叔娶媳妇用的，他还给我带了糖球。我奶看到羊圈里的老黄牛，他诧异的问亮子家黄牛咋跑咱家了？我爷点了根旱烟，他说买的。我奶愣了几秒，他声音都提高一个调，买的？你买个瘸腿牛你咋想的？花多少钱买的？我爷皱了皱眉头，他小声解释道这耕地牛不能杀，亮子非要杀这牛，我就把牛买了。我奶没了耐性，他又问多少钱买的？我爷没说话，他心虚。我奶直接进了屋，他去看家里还剩多少钱。我奶进屋没几分钟就出来了，他大声说道陈老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大明马上要结婚，你拿钱去买瘸腿牛，你怎么想的？马上把牛退回去。我奶说完这话就朝着羊圈走去。那头老黄牛见我奶来了，吓得站起来。我奶抓住拴黄牛的绳子就要往出拽，那老黄牛发出叫声，他一边叫一边用脚踩地。我奶说叫也没用。我爷过去拦着俩人在院里因为老黄牛吵架，老黄牛的头使劲摆动，他从我奶手里挣脱开，一瘸一拐的跑进羊圈，用蹄子踩地面，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。我凑了过去，发现老黄牛踩过的地方有金子。我说爷奶有金子。我话音刚落，我爷我奶就进了羊圈。我爷弯腰把地上的金子捡起来，那金子像鹅卵石大小，沉甸甸的，还不止一块，地上铺满了金子。我爷笑着说这是咱家的福报啊。我奶瞪大了眼睛四处看了看，确定没人，他才小声说老头子快把金子拿到屋里去，我家羊圈里有竹筐。我爷我奶把金子装到竹筐里，小心翼翼地拿到屋里，那竹筐里少说也有20-30块金子，最大的有人巴掌大。我奶笑得合不上嘴，他说老头子有了这金子，咱家可要过好日子了。我爷脸上也带着笑，他说是嘞。我爷又对我说东福，咱家有金子的事你可不能往出说。我点了点头，知道了。我奶从柜子里拿出红纸，她用红纸把金子一块一块包上，金子全部包好，我奶就对我说东福，去仓房烧锅热水。我点了点头，知道了。我跑到仓房坐着等我奶喊我回去，每次她藏钱都会把我支开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听见我奶喊我东福，不用烧水了，回来睡觉。来了。我跑回东屋，我奶把灯关了，我爬到土炕上睡觉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家羊圈里的老黄牛死了，他趴在地上，牛嘴处有黑血。我奶急得直跺脚，嘴里骂着哪个缺德的畜生把我家黄牛毒死了。我爷说老婆子你别喊，昨晚黄牛给我托梦了。我爷进了羊圈，他弯下腰用手摸了摸老黄牛。我奶愣了几秒，他问啥梦？我爷说这老黄牛阳寿已尽，他想下辈子投胎当人，求我把他安葬在后山柳树下，为他守坟3日。我奶看了眼地上的老黄牛，他说这老黄牛虽然瘦的皮包骨，但也有400-500斤，你咋把他弄到后山去？我们村四周环山，山路本来就不好走，再抬头牛上山更难。我爷说我去找几个后生来帮忙抬到后山。我奶犹豫了几秒，他小声说咱家有金子，我怕被偷。我爷摇了摇头，他说不能没人知道咱家有金子。我爷说完这话就出去找人。我奶从仓房里拿出一块花布，用木头支起来给老黄牛挡太阳。等到中午，我家就来了几个年轻的后生。有个后生说叔，这老黄牛埋了多可惜，不如杀了卖肉。我爷笑了笑，他说温死的牛不能吃。那后生笑着说可惜了。那几个年轻的后生抬着老黄牛朝院外走，我爷跟在后面。他们走后，家里只剩下我和我奶。我奶把饭菜做好，他说东福给你爷送饭去。我爷临走前说了，他这3天都不回来，要在后山吃后山住，给老黄牛守坟。我接过饭菜朝着后山走，上山的路崎岖，还好我记录。我刚走到那片柳树林里，就看见我爷面前有个道士，他俩像是在争论什么。我拎着饭走到我爷面前，爷我奶让我给你送饭。我爷说放地上。我把饭菜放到地上，抬头看那道士，那道士刚好也在看我。我和那道士对视一眼，那道士就把目光收了回去。他对我爷说这老黄牛要成精，你快把他挖出来。我爷皱起眉头，显然他不信
信道士的话。见我爷不说话，那道士又说：“后山本就阴气重，他又托你把他葬在柳树下。柳树招阴，他这是要借你的命好成精。”我爷瞪大了眼睛，眼神里带着震惊。他说：“这老黄牛耕了一辈子的地，任劳任怨，他咋可能害我？”那道士眯缝着眼睛，他说：“凡是投胎做畜生的，那都是上辈子做了伤天害理的事，是恶人投胎，你还指望恶人能变好？”见我爷犹豫，那道士又说：“罢了，你不信我多说无益。今晚子时，你把老黄牛送你的金子拿出来，放到月光底下看，你就知道这老黄牛骗了你，他给你的是石头。”我爷说话的声音都变得磕巴：“你怎么知道金子的事？”那道士挥了挥手中的拂尘，转身离开，很快就消失在树林里。我爷瘫坐在地上，他看了眼老黄牛的坟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问老黄牛：“你可不能害我。”我爷叹了口气，那道士的话让他心神不宁。我爷说：“东府那老道士说的话，你告诉你奶，让他晚上子时把金子拿出来看看。”我点了点头，知道了。我爷吃完饭，把碗筷放到竹篮里，我拎着竹篮下山。到了家，我就把老道士说的话都告诉我奶。我奶皱紧眉头，他问我：“那老道士人呢？”我摇了摇头，不知道。我奶还是担心我爷，他说：“东府你在家看家，不许出东屋，我去后山一趟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我奶说完这话就走了，家里只剩下我自己。我坐在土炕上玩，突然我看见我家院门被推开，走进来一个老道士。这老道士正是我在后山看见的。这老道士进了院，我急忙下了土炕，跑到院里。老道士看见我，他笑呵呵地问：“小孩，你家大人在家吗？”我说：“在家。”那老道士抬起头四处看了看，他说：“把你家大人喊出来。”见我不说话，那老道士眯缝起眼睛，像是在打量我。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2步。这老道士给我的感觉怪怪的，尤其是他那双浑浊的眼睛，看不透他在想什么。那老道士突然弯下腰，凑到我面前说：“小孩，我知道你家大人不在家。”我被吓个半死，急忙跑进东屋，把东屋的门锁上。那老道士凑到我家窗户旁边，阴着脸说：“我是来救人的，你跑什么？”已经来不及关窗户，我躲到门后面祈祷那老道士快点走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奶才回来，他手里还拿着一个福袋。没等我开口，我奶就先说：“那老道士来咱家了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来了，他可吓人了，还问我你们在不在家。我说在家，他就说他知道你们不在家。我奶像是没听见我说话，他把福袋挂在门口。我说：“奶，你咋知道老道士来咱家了？”我奶说：“我从后山回来的路上碰见你亮叔，他跟我说的。”我说：“奶，我感觉那老道士不像好人。”我奶没好气地说：“你个小孩能看出啥来？我听你亮叔说，这老道士是个高人，有点本事。我才不信这老道士是高人。”他说话的语气还有看我的眼神实在诡异。我奶坐在土炕上发呆，眉头紧皱。我猜他是在担心金子的事。等到晚上子时，我奶把被褥挪开，又从墙里抠下一块砖，金子都在墙里。我奶把金子一块一块拿出来，他把红纸拆开，把金子放到月光底下看，真奇怪，好端端的金子此刻竟然变成了石头。我奶被气个半死，他把手里的石头扔到地上，又拿起另外一块放到月光底下看，都是石头，没有一块是金子。我奶恶狠狠地说：“这该死的老黄牛！”我奶说完这话就下了土炕，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说：“东福，快穿衣服，跟我去后山。”我急忙下了土炕，把衣服穿好。我奶又拿了2把铁锹，他是要把老黄牛的坟挖了。我跟在我奶后面朝着后山走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和我奶走到柳树底下，我爷还在给老黄牛烧纸钱。我奶一脚将烧纸钱的盆踢翻，里面的纸钱散落一地，一阵阴风吹过，把正在燃烧的纸钱吹灭。我爷愣了几秒，他焦急地说：“你这是干啥？”我奶冷哼一声，他说：“陈老三，你让这老黄牛骗了，他给咱家的金子都是石头做的。”他倒是说的对，这老黄牛要成精。我奶话音刚落，我就听见轰隆一声巨响，打雷了，紧接着下起了瓢泼大雨。我奶拿着铁锹就要挖坟，我爷拦住我奶，他说：“这老黄牛耕了一辈子地，咱不能干挖坟的事。”我奶说：“陈老三，这老黄牛想要你的命，你让开。”我奶把我爷推开，他举起铁锹开挖老黄牛的坟。我奶刚挖几下，我爷就从地上爬起来去拦我奶。我站在原地，就看见刻着黄大生3个字的墓碑在流血，血流了一地。黄大生3个字，我爷刻的给老黄牛取的名字。这黄牛想投胎当人，就得有个人名。我喊道：“爷奶，墓碑流血了。”我爷我奶这才停手，他俩凑到墓碑前仔细看了看，那墓碑中间有裂缝，血就是从裂缝里流出来的。我奶拉着我爷的胳膊大声说道：“邪门，这东西邪门，快下山！”雨越下越大，我爷皱紧眉头，他还在犹豫。见我爷犹豫，我奶又说：“还愣着干啥？快走！”我奶没在挖坟，而是拽着我爷下山。下山的路不好走，有好几次我都差点摔倒。一路小跑，总算到家。刚进屋我就发现不对劲，土炕上的石头不见了，只剩下一堆红纸。我说：“奶，石头不见了。”我奶没好气地说：“一堆破石头，说不定是那老黄牛使的障眼法。”我奶说完这话，就从柜子里拿出几件干净的衣服，我们身上的衣服都被雨水浇透了。我爷换好衣服，他坐在土炕上抽闷烟，也不知道他在想啥。我奶看了我爷一眼，他没好气地说：“要我说，明天去后山把那老黄牛挖出来，说不定还能卖点钱。”我爷皱了皱眉头，他说：“先别挖，我总感觉这是蹊跷。”我奶说：“有啥蹊跷的？我和东福都看见了，那是一堆石头。”我爷没说话，他低着头默默抽着旱烟。我奶把被褥铺好，他没好气地说：“别抽了，睡觉。”我奶说完这话就把屋里的灯关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村里就出了事，孙亮被吓疯了。村里人都去了孙亮家，孙亮缩在墙角，眼神里带着惊恐，他小声嘀咕着，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村里人就问张兰咋回事，张兰是孙亮的媳妇，是个刻薄的人。她坐在土炕上边哭边说：“昨天晚上下雨，亮子就去了后山，想趁着雨天抓2只野猪仔回来，可没想到遇见了黄牛精，差点被黄牛精吃了。”
一听黄牛精3个字，村里人都瞪大了眼睛。一个年轻的后生问：“哪来的黄牛精？”张兰抬头看了眼我爷，他说：“叔，那老黄牛是你埋在后山的吧？还埋在柳树下面，那老黄牛要害人。”张兰话音刚落，村里人都看向我爷，我爷百口莫辩没说话。村里人说：“这黄牛成了精可咋办？”张兰擦了擦眼泪，他说：“我娘家那边有个厉害的道士，他一定能降住黄牛精，那快把他请来吧，就是快请来，省得黄牛害人。”张兰伸出5根手指，他说：“这些钱才能请来。”村里人皆是一愣，毕竟谁家都不富裕。村里人纷纷看向我爷，我爷说：“这钱我家拿。”我爷说完这话就出了屋，他朝着院外走。我奶说：“东福跟着你爷。”我急忙跟了上去，果然我爷来了后山。原本埋葬老黄牛的地方，此刻变成一个坑，老黄牛的坟被挖了，老黄牛也不见了，只剩下那布满裂痕的墓碑。我爷叹了口气，他把墓碑拿起来看了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老黄牛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”我爷还是不相信这老实的老黄牛会害人。快到天黑的时候，我爷才领着我下山。刚走到村口，就看见村里人都围在村口，我和我爷凑了上去，就看见孙亮被扒了衣服，身上写满了红色的符文，他的2只手被绳子绑住，挂在树杈上，双脚悬空。站在孙亮旁边的正是来我家的那个道士。张兰凑到那道士旁边，哭着说：“张道士，你可要救亮子的命。”张兰说这话的时候虽然是哭着说，但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担心，反而透着奸诈。张道士皱紧眉头，他将铜钱剑插入糯米里，又端起一碗公鸡血，他将手指放到公鸡血里，轻轻蘸了几滴。他用蘸了公鸡血的手指在铜钱剑上写符文，写好符文后，他将剩下的公鸡血倒入糯米碗里，刹那间染红了糯米。张道士将铜钱剑拔出来，对着孙亮念咒：“畜生道，风轮回破。”张道士念完咒，直接将那碗糯米撒到孙亮的身上。孙亮整个人抽搐了几下，翻着白眼，像是快死了。村里人从来没见过这阵仗，皆是愣住。张道士又喊道：“畜生道，风轮回破。”张道士话音刚落，就刮起一阵阴风，凉飕飕的。原本有月亮，突然一片乌云将月亮挡住，漆黑一片，时不时还有几声乌鸦叫。村里人开始害怕，就问张道士：“这是咋回事？”张道士大喊道：“都别怕，都别慌，别乱跑，站在原地别动。”四周漆黑一片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我紧紧抓住我爷的手，就怕丢了。突然一道闪电划过，把黑夜照亮。我看见孙亮的身后站着一个黑影，那黑影的轮廓像是一头站立的狼。人群里突然传来恐慌的叫声，借着闪电，我看见孙亮的头不见了，只剩下一个身体悬空挂在上面。出人命了！快跑！快跑啊！村里人吓得四散而逃。我爷把我抱起来，朝着家跑。我奶跟在我爷旁边，我缩在我爷怀里，仗着胆子朝后面看了一眼。我看见张兰就站在原地，眼神里透着得意，他还舔了舔嘴角。那个张道士更诡异，他盯着孙亮的尸体看，一点都不害怕。到了家，我奶把门窗都上了锁，他一脸的惊恐。老头子，这黄牛成了精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敢害人，这可咋办？我爷皱紧眉头叹了口气，要不我去求求陈瞎子。我奶说，那陈瞎子就是个疯子，你找个疯子有啥用？陈瞎子住在我们村西头，他年轻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，从那以后他整个人就变得疯疯癫癫，村里人都不愿意和他来往。时间久了，就他自己住在村西头。传说他有看阴阳的本事，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我爷说，那陈道士也没啥本事，当着他的面那黄牛就敢害人，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试试了。我奶叹了口气，没再说话。第二天一早，孙亮的尸体还挂在村口，没人敢把他放下来。孙亮的脚底下都是血，他的头被吃了，地上还有小碎块的头骨。张兰坐在地上哭，她说：“亮子横死我一个女人，也不懂咋下葬，求村里的叔婶帮个忙。”我爷说：“这尸体挂在村口也不是个事，大家帮个忙给亮子收尸。”我爷说完这话，拿着匕首上前，又来了几个年纪的老人帮忙，这才把孙亮的尸体放下来。我爷说：“拿块白布来，再准备干木头，这横死的人不能下葬，得烧掉。”我爷话音刚落，张兰就说：“叔先别烧。”我爷愣了几秒，他说：“这尸体不烧掉，你想干啥？”张兰的眼珠子来回转了2圈，他说：“我们娘家那边有讲究，这人死了得留全尸，要是没有全尸来世做不成人，只能做猪狗。我想给亮子缝个头。”张兰话音刚落，村里人皆是面面相觑。我爷问：“缝啥头？上哪去弄头？”张兰说：“我娘家那面有缝尸匠，他会带头来，求各位叔婶帮忙把亮子抬回我家缝头。”这是村里人还是第一次听说，都不太敢相信。但碍于张兰苦苦哀求，还是帮忙把孙亮的尸体抬回去。等到天黑，那个缝尸匠才来。那缝尸匠全身捂得严实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那双眼睛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我猛地想起来，好像陈道士的眼睛。这缝尸匠还背了一个木头箱子，我猜那头就放在箱子里。张兰见缝尸匠来，他笑脸相迎：“你可算来了。”那缝尸匠没说话，一双眼睛来回转圈，像是在打量院子里的人。缝尸匠跟在张兰身后，进了东屋。那东屋里摆着孙亮的尸体，村里人都在院里等着，就等这缝尸匠把尸体缝好，然后把孙亮烧掉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张兰从东屋出来，张兰哭着说：“缝好了，进来6个人就行。”几个年轻的后生自告奋勇地进了东屋。东屋的灯是关着的，只点了2根白色的蜡烛，里面很黑，从外面看根本看不见里面啥样，只知道那6个后生进了东屋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张兰从东屋出来，她哭着说：“亮子好像不想走，6个人抬不动，再来4个人吧。”又有4个年轻的后生站起来进了东屋。我爷皱了皱眉头，他朝着东屋看了看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张兰又从东屋出来，我看见她的袖子上有血。张兰说：“各位叔婶，亮子还是不想走，再来几个人吧。”村里人皆是面面相觑，就算是不想走，10个人也能抬动。这回站起来几个年纪大的，刚要往里走，我爷就站了起来。
我爷说等一下。张兰愣在原地，他看我爷的眼神带着凶狠。张兰问叔怎么了？我爷板着脸，他朝着东屋喊了一声虎子。虎子是刚才进屋的年轻后生，没人回应。张兰的脸色变得难看，他说叔你别喊了，小心惊了亮子的魂。我爷没理张兰，他又朝着东屋喊了一声虎子你出来，还是没人回应。我爷皱紧了眉头，他又喊了一声春旺。春旺是另外一个后生的名字，依旧没人回应。村里人都站了起来，眼睛盯着东屋看。我爷问张兰人那刚才进去的人呢？张兰皮笑肉不笑，他说我哪知道。张兰说完这话就想往东屋跑，我爷手疾眼快，直接抓住张兰的肩膀。那张兰猛地转头，竟然露出一张狐狸脸，他还张嘴咬了我爷一口。狐狸是狐狸。村里人瞬间炸开锅，只见一只1米长的狐狸从张兰的人皮里跑出去，他跑进了东屋里。东屋漆黑一片，没人敢进去。村里人拿着斧头棍子堵在东屋门口。我爷说堵住门口，把这害人的狐狸抓到。我爷话音刚落，我就看见东屋里走出来一个人影，准确的说是狼头人身的影子。这狼头是我昨晚看见的狼头，狼头和脖子处缝满了针线，密密麻麻的。那狼头的眼睛透着阴狠，他死死盯着村里人看。村里人被吓个半死，四散而逃。我爷抱着我往外跑，我奶跟在旁边。我看见那狼头人身的怪物朝着刘婶扑了上去，把刘婶的脖子咬断。我爷抱着我朝陈瞎子家里跑，我奶边跑边说老头子这吃人的怪物也不是那老黄牛啊。我爷皱紧眉头，他说被骗了。知道过了多久，总算跑到陈瞎子家。陈瞎子家院里有血，院里很乱。我爷抱着我进了屋，刚打开屋门就闻到一股难闻的血腥味儿。陈瞎子的头没了，他的尸体还坐在板凳上，血已经流干了。我爷差点吓得腿软，他扶着凳子才勉强站住。我奶急了，他说老头子这可咋办？我爷叹了口气，他摇了摇头，这回是真没办法了。我凑到窗户旁边，就看见那狼头人身的怪物进了院，他嘴上都是血头，和脖子连接的地方也在渗血。那狼头人身的怪物发现我，和我对视了一眼，他的脸上露出阴险的笑。我被吓个半死，缩到我奶怀里。我奶说老头子那狼头人身的怪物进院了，这可咋办？我爷皱了皱眉头，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桌子搬到门口，把门堵上。那狼头人身的怪物走到窗户旁边，他把狼头贴到窗户上，眼睛拐着弯的往屋里看，看见我和我奶，他口水都流出来了。那狼头人身的怪物突然伸出手，一拳把玻璃打碎。眼看着那狼头人身的怪物要爬进来，我爷从地上捡起来凳子，朝着那狼头人身的怪物砸去。我奶也捡起地上的棍子，朝着那怪物的脖子砸。那怪物力气很大，任凭我爷我奶拦住他，还是从窗户钻进来。我爷说老婆子你带着东福快走。我奶犹豫了几秒，然后去推挡在门口的桌子。那怪物朝着我爷扑了过来，把我爷扑倒在地上，他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口咬在我爷的肩膀上。我爷发出惨叫，血溅了一地。那怪物硬生生从我爷的肩膀上咬下来一块肉，他当着我爷的面就把肉咽了下去。我奶瞪大了眼睛，他大喊道老头子。我爷喊道快跑。我奶朝着那怪物冲了过去，那怪物只用了一只手就把我奶甩开，我奶猛地摔在地上，头还磕在了墙角上，流了血。那怪物见到血变得更加兴奋，他甚至会笑那种奸诈的笑。我爷的肩膀一直在流血，那怪物低下头要咬断我爷的脖子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，那脚步声很轻。那怪物像是猛然惊醒原本阴狠的眼睛，此刻竟然带着惊恐，他从我爷身上离开，几步跳到土炕上，然后从窗户爬了出去。那怪物刚爬出来，我就听见一声惨叫，是那怪物的惨叫声。我们几个人都是一脸的懵。我奶强撑着身体走到我爷面前，把我爷扶了起来。我爷额头上都是虚汗，肩膀还在流血。他说东福看看咋回事。我爬到土炕上，凑到窗台旁边往外看，只见院子里出现一个跛脚的男人。那男人全身上下捂得严实，只能看见一双眼睛，那双眼睛我好像在哪见过。那男人虽然跛脚，但身手不错，他抓那怪物的脖子用力扭断，我听见线断裂的声音。那狼头被男人拿在手里，他用力抓住狼头，把狼头捏碎。孙亮的尸体倒在地上。我说爷奶，那怪物死了，被人杀死了。我说这话的时候，窗户那人刚好看了我一眼。我爷强撑着身体凑到窗边，那跛脚男人看见我爷后，朝着我爷点了点头，然后就朝院外走。因为是跛脚，他走路很慢。我爷大声说道等一下。那跛脚男人没有停下的打算，继续朝着院外走。我爷顾不上肩膀的疼，他从窗户跳了出去，可还是晚了一步，那跛脚男人已经消失在黑夜里。我奶拿了白布给我爷的伤口包住。这狼头人身的怪物死了，那只狐狸也被村里人打死。这一晚上村里死了37个人，这些人都是横死的，脑袋都被吃了。村里人把尸体都抬到村口，放了一把大火，把这些尸体都烧干净。有个年轻的后生拿出一个蛇皮袋子，他把蛇皮袋子打开，对村里人说这些金子是我在孙亮家看见的，大伙分了吧。那蛇皮袋子里装的金子就是我家的金子，那里面还有2张红纸。村里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金子，都瞪大了眼睛。村里人问孙亮家咋这么多金子？那谁知道他们2口子都死了，家里也没个实在亲戚大伙帮忙处理后事，那这金子就大伙平摊吧。我爷的脸色变得难看，他叹了口气。我奶小声说这金子是咱家的。我爷皱了皱眉头，他说这金子不是咱家的，我要是姓黄牛的，他现在早投胎做人了，眼下害得他尸骨无存，咋还有脸要他金子？我爷说完这话就朝着家走。我奶叹了口气，小声嘀咕一句这倔驴就知道认死理。我奶领着我回家，我说奶不分金子吗？我奶说分个屁。到了家，我爷就坐在板凳上抽旱烟，他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问我奶那跛脚男人到底是谁。我奶说我哪知道，这附近几个村子也没有跛脚的男人。
我奶话音刚落，我家院门就被打开，只见进来2个人，一个是我小叔，一个是我小叔的女朋友。我奶见我小叔回来，瞬间笑出声，跑过去接我小叔。我小叔的身后还领回来一头小牛，那小牛全身金黄色，和前几天死了的老黄牛一模一样。我小叔说：“妈，这是我女朋友陈丽。”陈丽朝着我奶笑了笑：“阿姨好。”我小叔又说：“回来的路上，这小牛一直跟着我，跟了一路。”我小叔话音刚落，那小牛就朝着我爷跑了过去。我爷摸了摸那小牛的头，眼泪顺着眼角流出来。他说：“大生啊，我对不起你，又让你投胎做了畜生。”我爷给这小牛取名叫黄大生。又过了5年，我小叔想把我爷我奶接到城里住，我爷不答应，他要留下来陪着牛。他感觉在城里牛活得不自在，想吃新鲜的草都没地方吃。我小叔拗不过我爷，只好答应。我爷不去城里，我奶也不去，他俩都留在村里。我10岁那年就被爸妈接到城里读书。又过了10年，我考上大学，回老家祭祖，我发现那头小牛已经死了。我爷把它藏到后山的柳树底下，给它守了3天坟。守完坟，我爷这才答应跟我们去城里住。我爷进城这年已经80岁，他听说小区里有人家生了小孩，他脸上露出慈祥的笑，算是完了半辈子的心愿。